示的声明不难看出是带有强烈的倾向性误导的，这对我旗下企业无疑会带来一定的声誉影响。若是咱们不起诉，在舆论节奏的偏向中，我旗下一众企业的声誉必然会被那些负面节奏所影响，而咱们一旦起诉的话，他们将用胜诉的方式让咱们的负面来得更加剧烈。故此不难看出，鹅厂方面将会动用一切资源来应对咱们发起的起诉。所以沈大律师，你有把握吗？没把握的话，我就不敢主动跟叶董您提出来了。既然你有这种信心，那我就放心了。叶董想进行怎样的索赔？一、对于鹅厂单方面终止合作，索赔1元钱。二、他们那种带有强烈倾向性误导的声明对我旗下一众企业造成的声誉影响，让鹅厂方面做出公开道歉。跟我想的一样。有几成把握？起诉之前我再回答您的这个问题。与鹅厂游戏再起冲突，我提出索赔1元钱，并要求鹅厂游戏公开道歉。回到家后，我便给王静安打去了电话，因为我知道王家便是鹅厂游戏背后的大树。王静安看到是我的电话后顿倒如裂。说吧，听说鹅厂跟你们老王家关系。
举动被一名叫李树银的人发现并报道了出来，彻底点燃了全网。网上舆论无疑都是倒向我这边。林家老爷子看到后甚是欣慰，这小子藏的是真深啊。爷爷，相信你也知道小陈跟鹅厂之间撕破脸的事吧？所以有很多声音说，在鹅厂单方面终止跟小陈旗下一众企业合作，并且乾隆游戏还被鹅厂游戏起诉的背景下，这节骨眼突然曝光这些慈善内容来，很是耐人寻味，说更像是小陈安排的。胡说八道，这些搅屎棍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爷爷，我今天收到风，说是王静安前几天，也就是鹅厂方面做出一系列终止合作声明的第二天，王静安约见了鹅厂之主马华天。他们谈了什么？具体他们说了什么不得而知，我用我的人脉关系去打听了一下鹅厂那边的情况，得到的结果是鹅厂高层内部都没再提及过有关小陈旗下一众企业的事儿，就好像他们之前做出的一系列终止合作声明不曾发生过似的。你的意思是小陈利用王家去敲打了马华天跟鹅厂了？联想小陈之前说的已经拿捏住王家7寸命脉，再结合王静安约见马华天以及鹅厂没有进一步动静，种种迹象都说明小陈动用王家去敲打鹅厂跟马华天的概率很高。确实，这挺符合那小子的行事风格，整个4、9城里头没人能做到的事，他做到了。咱们林家这些年来跟王家之间的博弈虽说都是占上风的那个，但却做不到能让王家低头弯腰，可那小子竟是硬凭一己之力就将王家压制到如此程度，想想都觉得匪夷所思。天佑我林家啊！爷爷，外界有传言说小陈崛起的背后有着某股庞大且神秘的通天势力在帮他，您怎么看？在神州这片土地上，是不可能会有那种所谓的神秘势力的，绝对不可能。那小陈他，咱们无需去费那种脑细胞，只要在边上看他缔造属于自己的传奇，那就够了。每个时代都会铸就出一些旷世奇才来，或许他就是这个时代的旷世妖孽。也许你们对他的了解不够深刻，但他跟我在书房坐聊的那几次，我这个执政大半生，还曾居于紫禁次席的老头，在他面前都有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对华国的民生、经济、战略、外交，甚至是上升到国际层面以及全球形势，他都让我汗颜。说到此处，老爷子一脸的骄傲自豪。且不说那些了，言归正传吧。虽然小陈有足够的能力不用咱们林家给他帮任何忙，但是需不需要家里头帮忙是他的事，但家里头主不主动出手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在他跟鹅厂的这次事件中，咱们林家也该做点什么了。爷爷，什么尺度？合法合规，适可而止。懂了，爷爷。势利眼丈母娘刁难我的父母，结果惨遭打脸。亲家，本来咱们早在之前就应该见面了，但出于种种原因一拖再拖，直至今日咱们双方家长才能见上手面，说来着实是惭愧啊。你们的确是应该惭愧。妈，你说什么呢？没事，亲家说的是实话。对小陈一诺跟悠悠，咱们有的都是亏欠，所以惭愧本就是应该的。亲家，咱们先认识一下，我叫林风雪，这是我爱人柳慧。陈建国听到名字以及见到面相后，感觉挺熟悉，但却一时想不起来。你好，亲家，我叫陈建国，这是一诺他妈刘雪琴。不知亲家是做什么的呢？妈，你问这些干什么？彼此了解一下情况而已嘛，这也没什么。1号是吧？你妈想了解一下也是正常的，毕竟关系摆在那，总不能连自己的亲家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吧？亲家，我在银行上班，小陈他爸是在机关上班的。哎，也是上班的，不过那也比咱们好得多了。我以前吧，在亨达当保洁，他爸是给人当门卫的，过了大半辈子的穷日子了，好不容易才熬到孩子风光起来。对了，亲家，有个问题我不知当问不当问。您说。你可别张嘴就来瞎说话。妈，你别乱说话。我以前听小陈跟一诺说过，说小陈打小就被遗弃在福利院门口。我听说那时候收容的孩子都有登记备案的，如果后面要是想找回来的话，不会特别难的。但小陈却是顶了30年的孤儿身份，所以我想问问亲家，你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苦衷，才让小陈等了足足30年才等来他的亲生父母？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诚心的骂你这是？我怎么就诚心了？我说的难道不是实话吗？叶晨过去那20-30年里过的日子，你没听说过吗？我只是想想就替他不甘而已。要是有个家，无论贫富都好，他至于会遭那么多的罪，受那么多的苦吗？我也知道当爹妈的若不是有天大的苦衷，肯定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眼下只是好奇一下他们的苦衷而已，这也不过分啊。林叔、柳姨，还请你们别跟我妈一般见识，她就一市井妇女，说话大咧惯了，有时欠缺考虑，您俩有怪莫怪。1号，没事，这没什么可怪的，而且你妈说的也不无道理。小陈过去那些年的遭遇，我跟他爸现在都知道了，所以说我跟他爸，乃至整个老林家都欠他的。关于小陈被遗弃在江州孤儿院，这是复杂到咱们都不知该如何跟你叙述。当爹妈的没有谁舍得抛弃自己的孩子，
我跟他爸更是从来都没想过放弃自己的孩子。两位亲家，我这人一向都心直口快，所以我斗胆再多问一句，如果叶晨现如今还是连老婆孩子都养活不起的社会最底层，你们俩还认他吗？过分了吧？叶晨爸妈找你过来是想彼此认识一下而已，不是让你来无事生非的。是我无事生非，还是你们不地道？咱们怎么就不地道了？岳父母远不如亲父母的道理，谁都懂，但你们区别对待的是不是太明显了？我承认我过去是对不住你们，但我已经忏悔了，知道自己错了，我一次次的求你们原谅。可这1-2年，你们都当我不存在，就差没宣布彻底断绝关系，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了。不过我也知道这是我自己做的孽，你们不原谅我，我认了。可你的亲生父母呢？难道他们比我好得了多少吗？打小就把你扔在孤儿院门口，30年了都不曾来找你，如今你发达了，他们才上赶着认亲，而你们一家3口非但不怨恨他们，还其乐融融的接受，尤其是易诺你，咱们怎么说也是你的亲生父母啊，你们觉得这样公平吗？你确定你要的只是我跟叶晨原谅你，而不是奔着荣华富贵去的？是，我就是个俗人，一个势利眼烂俗人。可叶晨他爸妈跟我难道不是半斤八两吗？要不是叶晨如今发达了，你觉得他们能来认吗？说白了，他们跟咱们也是一样的。一诺，你别搭理他，你千万别动气，肚子里的孩子重要，我现在就把他带走，免得再给你添堵添乱。亲家，实在是抱歉。一诺他妈不懂事，说话不经大脑，张嘴就来，还望你们别把他的话往心里去。亲家，您严重了。其实雪琴会有这种想法，那也是人之常情。换作是谁都会认为咱们是冲着小陈的飞黄腾达了来跟他进行相认的。但是雪琴，我想说的是，就算他现在一无所有，咱们一样会认他。这纯粹只是巧合而已。我俩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还算体面，薪资也还行。他的财富对咱们而言一点都不重要。咱们都这个岁数了，还有必要去图他的荣华富贵吗？我跟风雪就这么一个亲生儿子，你说咱们能狠心到不去寻找小陈吗？妈，你没必要跟他解释那么多。不，一诺，该解释就得解释的，而且从某种角度看，你妈也没错。好了，雪琴，其实这也没什么，说开了就好。今天咱们的主题是彼此好好相识相识，毕竟都是亲家了，以后肯定少不了往来的。感谢亲家不跟咱们一般见识，真的感谢。陈建国越看越面熟，突然，您是林部长？什么林部长？被你认出来了。真的是您，难怪我刚一见到您的时候不仅觉得眼熟，您的名字也耳熟。您竟然是小陈的父亲，这建国，好了，先坐下来吧。不管我是什么，在你这，我就是你的亲家。亲家他是关局从一品的紫禁部长，他还是前紫禁老总林朝阳林老总的儿子。雪琴，林风雪这个名字他不认识，但是林朝阳这个名字对他们这代人来说，没有一个人会陌生。部长，我就一长舌妇张嘴就来，大大冒犯了你们，你们别跟我这个泼妇计较，都是我的错，是我有眼不识泰山。雪琴，你想多了，真是想多了。你是小陈的岳母，是一诺的母亲，是悠悠的外婆，也是我跟风雪的亲家。你要是再这样子的话，岂不是要让我跟风雪难堪吗？不管咱们是什么身份都好，在你跟建国这边也都只有一重身份，那就是亲家。1号，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了悠悠爷爷？若是小陈的身世情况泄露出去，外界肯定免不了会产生各种子虚乌有，眼下对小陈来说不见得会是什么好事，所以你们尽量别外传，咱们自家人知道就好了。您放心，咱们肯定不会外传的，这点轻重我还是拎得清的。妈，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我一定不会往外说，我要是往外说，我就天打五雷轰，就不得好死。此时另一边的鹅厂办公大楼里，马董，鹅厂游戏起诉乾隆游戏的官司很快就要开庭了，胜算几成？很小，如果换作是其他对手的话，这种官司或许还有相对的胜算，但是对方是叶晨旗下的游戏公司，咱们想要胜诉很难，所以咱们能做的就是拖，没完没了的拖下去，这对对方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而咱们这边则是无所谓。无论能否胜诉，按正常程序来就好，至于你们说到的拖下去，没必要，还是直接当定结果吧。马董，您是不相信咱们法务部？不是相不相信你们的问题，
而是外部原因让拖下去的可能性近乎为零。我前2天才跟法院那边碰过头，说这个案子就算无法胜诉，咱们法务部也能拖下去。前年鹅厂游戏开发的涅槃手游，你们不是也跟法院那边碰过头吗？但结果呢？马董，您的意思是，起诉乾隆游戏的这场官司转交出去吧，法务部不用上阵。既然胜算概率不大，那就走个流程好了。马董，这是命令。是。喂，什么？该死！前世的我无儿无女，孤苦一人，没想到重生的第2年迎来了我的儿子。此时的江州军区总医院，恭喜叶董母子平安，男孩6斤9两，很健康。谢谢，谢谢。另一边，陈一诺的父母也来到了医院。老陈，你说他们林家的其他人会来吗？还有林老总他老人家会过来吗？你问我，我问谁？肯定会来的。待会见到林家人后，别作妖，不会说话就少说。我敢做吗？给我1万个胆子，我都不敢作妖乱说话啊！老陈，我腿软了。我也软。要不我们回去？不能回去，咱们要是回去的话，林家人不更得挑咱们的理了吗？那就淡定一点。爷爷，他笑了，他笑了。这个小陈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三叔，恭喜您又当爷爷了，恭喜老爷子又多一位重孙。哈哈，宝宝，来跟姑姑笑一笑。什么姑姑？林夕，你是不是把辈分给整差了？你那是姑妈？我就乐意当姑姑，行不行？对了，爷爷，你给宝宝取的什么名字？单名一个萧字，骁勇的骁，林萧。小陈，你觉得怎么样？挺好，就叫林萧吧。一诺，妈谢谢你。妈，什么谢不谢的？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好，那妈不说，你先好好歇着。一诺，辛苦你了。瞧你那傻样，你先休息一下。就在这时，陈一诺父母走了进来。林老总，我知道错了，以前都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还有，我得纠正一下，可别再叫我什么老总了，我都退下多少年了，现在只是一个糟老头了。哈哈。不，您永远是咱们心中的老总，永远都是。咱们是一家人，也别再去说那些客套话了。小伙子，不错，小陈跟一诺还有悠悠没少在咱们跟前提起你，咱们林家得跟你说声谢谢，多谢你那些年来对小陈、一诺跟悠悠的担待和照顾。林老总您真的言重了，一诺是我姐，悠悠是我外甥女，那都是我应该的。不错，来，看看你们的外孙。另一边，马华天接到被约谈的电话后，拨通了王静安的电话。王大少，鹅厂被约谈了。什么时候的事？刚刚接到的通知，这是巧合还是跟叶晨有关？你觉得是哪一个？我觉得是哪一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前脚不在你的权限范围之内，明白吗？王大少，我还是想知道姓叶的究竟是什么来的？为什么短短2、3年，他能从社会最底层跨越到有能耐撬动相关部门对鹅厂进行约谈？我说了，你不必知道，该你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给你打这个电话似乎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别去叨扰老爷子。就算你给他打电话，也不见得他会理你。这次所谓的约谈，估计就是一个插曲罢了。相信鹅厂跟马董对约谈这事儿有着足够的经验，所以不必去担心什么。行了，就说到这吧。2天后，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们搬到了月子中心。我操，叶哥，你太不地道了！有你这么当哥们的吗？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咋地？你啥感受？还我啥感受？孩子都出生几天了，你才告诉我，你不觉得这很不够哥们吗？亏我这些天一直都在念叨着，估计嫂子快生了，这么大的喜讯你竟然都瞒着我，怎么着？你还怕我到处往外张扬吗？可不，就你这张嘴，真告诉你了，就等于公诸于世了。你不也时至今日才知道吗？你心里头就不赌？不赌。纪委，你赌心吗？我一向都是跟长风看齐的，他不赌我能赌吗？再说了，叶哥不第一时间跟咱们报喜，那肯定是有他的理由，咱们有啥怨言可说的？感情就我自个矫情了呗。就在这时，母亲把孩子抱了出来。
我就先不打扰诸位了，我先回房间了。说完便转身离开。江州最顶级的月子会所果然不一般啊，连月嫂的气质都这么非比寻常。你家月嫂在月子会所里穿便装？张景山不再理会。这还真跟叶哥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呀，这眼睛，这鼻子，这嘴巴下巴，太俊了。叶哥，这是给小家伙的见面礼。银行卡？对呀。多少？不多，1个亿。毕竟这是见面礼，不能寒碜。密码是小家伙的生日。叶哥，这是我的。这又是多少？不多，也是1个亿。密码也是小家伙的生日。虽然这种方式很俗，但想想我还是不搞特殊了，就跟他们统一战线了。行，那我先替小家伙谢过了。对了，叶哥，孩子叫啥名？单名一个萧字，骁勇的骁。叶萧，叶萧。一听这名字，满满的霸王之气，完全是一副君临天下、舍我其谁的感觉。叶哥，让我抱抱。张景山接过孩子，继续说道：“就这五官，以后得迷死多少的颜值天花板啊！一定得迟点结婚，多在百花丛中打打转才行，要不然真心浪费这五官啊！”知道会是这个答案，但此时此刻我还是挺扎心的。如果没有他，
先不说我老张家的命运现如今会如何，就我张景山那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聪明，撑死只是个小老板罢了。但就因为叶哥的出现改变了我的命运，是他让我拥有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尊严地位。外面私底下有一句话说得很贴切，那就是如果没有叶晨，我张景山狗屁不是。这句话我从来都不去否认。所以沈瑶，你说叶哥在我心目中该是什么地位？你的回答我很满意。你真想进一步了解叶董的话，你可以去找一下你爷爷，相信他老人家肯定多多少少都知道些什么。没必要，我不希望彼此之间的关系在无形中变味，就好像我从来都不去好奇长风的关系一样。另一边的我思索片刻，拿起电话给林夕打了过去。我觉得这件事应该跟林家有关。没错。你知道我要说啥？这节点你给我打电话，以你妖孽级的脑袋瓜子，毋庸置疑，绝对是洞悉出了鹅厂这场风波背后的内情，所以咱就坦荡承认得了，省得你浪费开场白了。希姐，没这个必要的，真没这个必要。有没有必要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老林家不能看着别人找你的茬。要说真是对方占理的话也就罢了，问题是对方明摆着一副欺负的架势，这事儿就算我能认，老爷子也不能认。所以这是老爷子的意思？对，事关鹅厂，就算咱们这些当小辈的或者是其他叔伯们再怎么义愤填膺都好，也不敢轻易擅作主张。其实这事儿老爷子不仅是想为你出个头，同时也是想给你造一波神秘声势。就鹅厂这场风波而言，相信很多大拿都能想到背后跟你脱不了干系，故此必然会重新对你进行审度，而这种审度带来的将是他们对你的深深忌惮，甚至在忌惮之余，也会想方设法去跟你搭线攀附。老爷子怎么说的？合法合规，适可而止。那还好。跟鹅厂之间的事儿，你打算怎么收尾？据我了解，在鹅厂游戏起诉乾隆游戏的那场官司上，鹅厂已经低头退让了。我知道这十有八九是王家介入的原因。马华天再不甘心都好，也不敢因为这么一点事就去忤逆王家。不得不说，王家在这件事上的力度超出了我的想象。你拿捏王家的力度也超出了我的想象，能稍微透露一下你是怎么拿捏老王家的吗？不能。好吧，不过我还是得再次提醒你，王家不是吃素的，他们现在有多服帖，以后要是让他们摆脱了束缚，他们就有多疯狂。放心，他们没这种机会。挂了电话，陈一诺开口问道：老公，你这一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到底是你坐月子还是我坐月子？我陪你一起做。你那些企业一天都没事吗？放心，咱们的企业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用我去操心。咱们伊人如雪在迪拜的专柜不是开业了吗？现在怎么样了？你现在什么都不用管，安安心心养好身体就行了。有你老公在，你还担心什么？对了，1号今天打电话来说我的那些亲戚都想来看我，你若是他们要来，我就出去转悠转悠。我也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不想见他们。我能做到的只是不恨他们，无法原谅。还有，今天咱妈说老爷子的意思是想让咱们回燕京给儿子办满月酒，你怎么看？再说吧，时间还早。重生的我为了营救被困面北电信源的华国同胞，同意了王猛的营救计划。叶董，面北营救的计划准备完毕，请您指示。行动，注意安全。是。狙击手，先干掉顶楼那2个哨兵。
会是那家媒体。还有这种事？你说的那家媒体叫什么？腾龙新闻。腾龙新闻。李老下意识地觉得有种熟悉感，突然，元哥，你说的腾龙新闻是老林家那妖孽办的？对，除了他之外，还会有谁敢与整个业界为敌？就他旗下的腾龙新闻，里面的人员个个都是其他新闻媒体不敢重用的一根筋，而腾龙新闻给了他们坚守信仰、发挥抱负的平台。接下来就看这一股被业界视为公敌的另类清流能否扭转华国的新闻环境了，看他能否成为华国媒体在国际新闻舆论战场上的希望了。是老林家那小子的话，那就不奇怪了。那他的腾龙新闻，老林家有给他帮忙打招呼什么的吗？我不知道，但就我对他的了解，他应该不会去找林家帮忙的。你小姑不是在广电里头的吗？回头你给他打声招呼，但凡跟腾龙新闻沾边的事儿，该开绿灯开绿灯，该关照关照。既然那小子的腾龙新闻是以业界公敌的姿态去立足，那势必少不了会有人找麻烦的，所以帮他提前把招呼都给打足吧，让广电那边上点心长点眼，省得到时整出什么像压力妥协的狗屁戏码来。然后我跟小姑说是您老人家要为叶晨的腾龙新闻保驾护航。说就说，无妨。得嘞，有您老这话，我也敢跟小姑理直气壮了。元哥啊，我这老糊涂要是没记错的话，你今年应该是35了吧？爷爷，打住打住。打什么住？你34、5非但没成家，连对象都还没有，你还有理了这是？行，我现在就去找。好了，时间不早了，我先去赶飞机了，等忙完江州的事儿后再回来看您了。另一边的我与叶晨英来到了咖啡厅，因为鹅厂找上了老叶家。马华天找上咱们老叶家了，所以他的意思是求放过。求放过？是的，但不管是我还是老叶家，肯定不会为他求情的。甚至是你若真要对鹅厂往死里报复的话，我跟叶家都会助你一臂之力。所以在这件事上，我的态度很明确，我第一个帮你。如果你不打算下狠手的话，叶家则会将你的态度传达给他，好让他安心。一元所赔，公开道歉，这就是我的要求。但犯不上去给他传达，不出意外的话，这1、2天我这边将会把这一要求公开的。跟我想的差不多。对了，下周一有空吗？怎么着？U2集团少东家跟西亚王室的成员周一会过来江州，到时你跟我一块招待他们。他们过来是来看一下孩子，一诺生孩子的事儿，他们知道了。你让我跟着陪同招待是？把他们引荐给你，是为咱们日后在海外世界的征途做好铺垫。长风的性格决定了他很难将那些人脉关系的价值进行最大化，而景山跟纪委则是不用说，一旦走出华国，以他们目前的段位，怕是难入那些权贵的法眼，所以只有你才是最合适的。以后打算都带我完了，就看你信不信我了。从我认识你的那天开始到现在，你吹的牛逼都实现了。但愿林打脸的战绩能够一直保持下去。说到张景山，你真认为他缺心眼吗？如果张景山真的缺心眼的话，怕是在江州圈子中早就被人玩废了。这些年来，非但没让张老爷子帮他擦过屁股，还能在3教9流中吃得开，足以说明这家伙看似火了吧唧，其实背后有着一颗八面玲珑的心。感情你一直都心里有数来着，连你都能意识到的问题，你觉得我会想不到吗？为什么不去挑破？没那个必要，一旦挑破，彼此的关系在无形中必然会受到一些影响。就算他心脏再大都好，也难免会因为无形压力产生一种莫名隔阂。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应该也早就察觉到长风的来头不简单了，但他从没选择去打听试探，这无疑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了。可怜的家伙，也不知道等他得知你是林老总的孙子，长风是李老的孙子后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就算他意识到你们的背后再不简单都好，我相信他也不可能会想到你们的来头会大到如此程度。顺其自然吧，这一天早晚会到的。重生的我靠着开挂般的记忆，成功化解西亚王室继承人的劫难。续上集，U2集团少东家得知老婆为我生下儿子后，带领西亚王室继承人前来华国看望。叶哥，恭喜喜得贵子啊！谢谢，你也抓点紧，你也老大不小了，是时候让你父亲抱上孙子了。这个话题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都不适合说。上次的事让我现在对女人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在那股阴影消散之前，我都不适合去考虑那些。叶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萨尔曼·穆罕默德，来自于卡尔塔王室的第5顺位继承人。叶先生，很高兴认识你。这句话应该是我来说才对，能让尊贵的卡尔塔王室继承人千里迢迢赶过来为我道贺，这得是何等荣幸。哈利，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伙计叶成英。叶成英，他的名字你可能没听过，但他爷爷的名字你应该不会陌生，他的爷爷叫叶敬宁。叶敬宁是华国历史上那位叶英元帅的子嗣，是那位曾担任岭南之主的叶敬宁叶老。是的，所以他是叶英元帅的后人，是岭南王叶家的子嗣。众人神情骤变，华国历史是西亚王室的必修课之一，对于叶英元帅他们并不陌生。是的，除此之外，他还是多家国企的投资顾问，并且资深投资的企业多达数十家，至今成功案例高达95%，是近年来华国商界的风云人物。还有，
除却跟我的友谊关系，在商业层面，他也会是我接下来最信任的合作伙伴。叶公子，你好，既然你是叶哥的好友，那么想必咱们也会成为很好的伙伴。若能跟凯恩先生成为伙伴，这会是我莫大的荣幸。叶公子，如果成为哈利的伙伴是你的莫大荣幸，那要是跟我成为伙伴，岂不是荣幸还要来得更大些？萨尔曼先生，似乎无论我怎么回答，都不会是一个完美的答案。哈哈，这个回答已经很完美了。叶哥，不打算带咱们去看看孩子吗？来，这边请。叶哥，嫂子，这是我给孩子的见面礼。什么来着？一座很适合你们华国人的庄园，坐落在伦敦西郊萨里郡。之前你们华国有一位顶级商人对这儿很感兴趣，可惜我当时就已经想着将这座庄园给孩子当见面礼了。伦敦的西郊萨里郡，华国顶级商人，说的是那座价值1点几亿美元的超级庄园艾敦格，这不正是前世被阿里马允拿下的超级豪宅吗？你这见面礼是不是太重了？一点都不重，比起抱住叶哥的大腿，这完全可以说是不值一提。那我就先替孩子谢谢你了。叶先生，我是上了飞机才知道你的夫人为你生了孩子，所以没有提前准备见面礼，不介意吧？神通广大的心理，或许我看走眼了也说不定。既然你这么在乎他，那回头我就跟他聊聊吧。叶哥，我就先替萨尔曼谢过了。很快，我们3人单独来到了一边。不知萨尔曼先生信不信华国的玄学，譬如看相算命？听叶先生这意思，似乎从我的面相上看出了什么不好的情况来。不知萨尔曼先生认为自己有继承卡尔塔王室王位的机会吗？叶先生，虽然我是卡尔塔王室中的第5顺位继承人，但第5顺位说白了就是挂个名罢了。叶先生不至于连这些都不懂吧？可我似乎从萨尔曼先生的命格跟面相中看出，萨尔曼先生带有王格。叶哥，这种话可不能随便乱说。这里只有你我跟萨尔曼先生3人，我相信可以百无禁忌畅所欲言的，对吗，萨尔曼先生？叶先生，你说出这么无知的话来，就不怕影响我对你的看法？玄学这种事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我也不保证我的断言是一定正确的，就看萨尔曼先生想不想听。叶先生，恐怕你这次是失算了。我萨尔曼一向都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斤两。王位那不是我能垂涎的，我更是一直以来都不曾有过任何染指的想法。是吗？那就是我的道行不济，算错了。不知叶先生还算出了什么？从萨尔曼先生的面相来看，萨尔曼先生有着非比寻常的追求抱负与野心，绝不会甘于现状知足常乐。命格中带着些许王格，但是什么？但是命格中带着的那点王格太过于暗淡，非但无法让萨尔曼先生能够成功加冕，反倒会招来杀身之祸。杀身之祸？叶先生，我想咱们有必要回到原先的那个问题上，区第5顺位，这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加冕概率，更何况现在卡尔塔王室可是有王储的，就凭这一点，难道叶先生不觉得自己说的这些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吗？我只是将我根据萨尔曼先生的面相中看到的那些说出来而已，至于对错，则是另外一码事了。还有吗？还有就是萨尔曼先生的杀身之祸不用太久就会到来了。半个甲子将会是萨尔曼先生的大限所在，半个甲子是华国的古老时间单位，也就是30年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我只能活到30岁？我并没有回答，继续说道。给萨尔曼先生带来杀身之祸的将是同事曹哥。虽然我知道第5顺位很难如愿加冕继承，但这不代表没有机会。假如说现在在位的王储被罢黜呢？假如说王室不再是以顺位次序来进行决定呢？萨尔曼面露惊讶。卡尔塔王室内部已经出现了罢黜当前王储，并以一种近似于考核的方式去重新立储。目前知道这一点的人不超过5个。叶先生，你知道你说的这些有多么荒唐吗？知道一旦这些传出去，将会给你自身带去多大的麻烦吗？在华国的医学之道中，荒不荒唐从来都不是需要考量的一个点。至于萨尔曼先生说的第2点，毕竟现在就我们3个人，不是吗？叶哥，萨尔曼他当真会？虽然我不敢说那些内容是否准确，但如果萨尔曼先生过去一直都心存大志的话，或许我说的这些是可以作为参考。不过话又说回来，从萨尔曼先生的命理跟面相中来看，我并不觉得萨尔曼先生会是那种甘于现状的人。叶哥，若真是如此，那么有破解之道吗？
或许放弃野心知足常乐，既然是会由命中带有的王格而起，那最简单的破解之道便是放弃王格。一旁的萨尔曼听到我的回答，心头一紧，在有机会能够成为王储的莫大机遇上，岂能让他放弃野心知足常乐？萨尔曼先生，看来真被我给说中了。叶先生，就你所说的这些一旦传出去，你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吗？其实我可以选择什么都不说的。那你为什么要说？第一，你是哈利最好的挚友；第二，你能千里迢迢来到华国看望我们一家，我叶晨记你这个情。叶先生，听你的意思是，我若想避过你口中说的杀身之祸，就得摘掉自己的一切野心，规规矩矩躺在温床上享受生活，对吗？我没说过放弃才是唯一的选择，我只是说最简单的破解之道莫过于放弃罢了。叶先生的意思是，萨尔曼先生能对此生起足够的提防之心，甚至是先下手为强的话，我想这或许也是一种破局的选择。如果萨尔曼先生不想放弃自己的野心，那以后的日子务必要多加几个心眼，时刻保持着足够的危机感，从而阻绝一切人为制造的意外发生。看来我需要为我这趟不请自来感到庆幸了。的确，因为这就是前世的轨迹。西亚王室继承人前来华国看我一家，我却让叶成英作陪。萨尔曼先生，哈利，老爷马上就到了。整整3天都晾着咱们，这下等咱们要走了，就想着拿咱们来造势。话说老爷是真的会算计啊！这种事不造白不造，这是他说的。我这辆劳斯莱斯可是不防弹的，萨尔曼先生，你是要跟我坐一块，还是安全起见选择防弹的？如果真有危险的话，我相信那些防弹汽车都抵不上你这辆劳斯莱斯安全。哈哈，行，那就先上车吧，车上聊。叶先生打算什么时候去卡尔塔一趟？等你过完30岁的生日再过去。我可以理解成你这是怕我活不过30岁吗？虽然没这个意思，但我还是想着等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才过去。当然了，前提是你能大步迈过并且得偿所愿。你是已经笃定你之前说的那些一定会发生吗？不敢说一定，但概率很大。相信哈利已经跟你说了曾在他身上发生的事儿了。如果最终证明你对的，你说我该怎么报答你才好？我并不需要你的报答，因为我奉行的宗旨就2个字：共赢。就好比叶成英，还有我身边的张景山、李长风、赵继伟等等，我对他们都有再造之恩。可咱们之间并不存在报答之说，更多的是彼此携手在人生这条路上一起共赢。同样的，跟萨尔曼先生也一样，我帮你并非图你的报答，而是出于朋友关系。当然了，如果萨尔曼先生的结束被化解掉，一旦能够得偿所愿，我相信那一天到来之后，咱们双方会有很多的共赢机会。你是希望我永远都欠着你的恩情吗？如果可以这样的话，我想我肯定不会排斥的。如果最终证明你是对的，如果最终得以大步迈过的话，我相信我会永远铭记的。你不但会成为我萨尔曼此生最重要的人之一，连同华国也将会是我的第2祖国。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不知叶先生还能不能多给一点建议？没什么可建议的，把一党的明枪给挡住，把南方的暗箭给防住，其他的就听天由命吧。谢谢。很快到了机场，诸位，就送你们到这了，招呼不周的地方还望见谅。你确定你只是招呼不周？这不是让叶大少陪你们吃喝玩乐足足3天吗？如果不是为了借咱们来给你造势，恐怕今天的送机你也是让程英来安排了吧？感情你的意思是我只是出于想借你们来造势，所以才给你们送机的？程英说你说了，这种事不造白不造。不就你说的吗？看来我比张景山还缺心眼。行了，叶哥，时间差不多了，该上机了。话说你打算什么时候来英伦？我父亲最近可是在念叨你了，呵呵。回去告诉老凯恩先生，别急，咱们华国有句话叫好戏还在后头，让他再等等。好。回去的路上，我问叶成英，叶大少，这3天的收获如何？拜你的光芒所赐，跟那群家伙处成老铁了。得，回头多跟他们走动走动。这群西亚王室成员在。以及西亚王室成员的这一波造势，已经给你攒够了资本，足以让王川富对你倍加重视的资本。行，那就如他所愿吧。好，让他来江州，还是咱们去广深？就现在你的这个势头，让他来江州，估计他也不会有意见。算了，咱们多跑一趟吧。什么时候？如果他那边时间方便的话，就定在明天吧。好。4日，我与叶成英来到了广深比亚迪总部，我们的目的就是新能源汽车。叶董是打算进军新能源汽车领域吗？对。叶董，通过之前跟叶大少的交流，我明白了你们想开展合作的意图，但你们目前仅仅只是抱着进军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想法而已，所以我真不觉得咱们之间能有什么合作空间。
如果说我将亨达汽车全股权收购了呢？什么？你要收购亨达汽车？很不可思议吗？不是，亨达跟徐家那边，他们能将亨达汽车抛售出去？不出意外的话，很快亨达汽车便会易主到我这儿来了。叶董，恕我直言，如果你真把亨达汽车收购了下来，那咱们双方暂且说是竞争关系吧。你认为咱们彼此之间的合作空间会大吗？不，我对比阿迪现有的市场不感兴趣，这一点决定了咱们不可能会是竞争对手。你是奔着中高端市场去的？可以这么说，至少是不会跟比阿迪现有的市场形成直接冲突。但这并不是能让咱们双方进行合作的理由。没错，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比阿迪不跟我合作的话，接下来的路未必会比现在好走。闻言，王川富脸色大变。王董别误会，我不是威胁你，我只是想跟你探讨一下未来的趋势而已。未来的趋势？王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比阿迪的产品售价抗不抗跌？王川富顿时呆住，因为他之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任何市场都有周期，而新能源汽车市场一贯以来主打的就是一个价格坚挺，优惠这两个字都不曾跟新能源汽车挂钩。但是王董认为这种坚挺的周期能持续多久？王川富心里很清楚，本来利润逐渐减少，而华国市场又制造出了高利润的斯特拉，这无疑成了新能源厂商的定时炸弹。一旦对方高举降价补贴的旗帜，那他们比阿迪将会面对的是什么？不知叶董想表达什么？我想说的是，降价必然是接下来的趋势。众所周知，斯特拉的利润是国产品牌的好几倍，就算它降个3、5几万也能赚得盆满钵满。所以一旦斯特拉打响降价的第一枪，那么包括比阿迪在内的一众国产品牌是跟还是不跟？这一问直接问到王川富心里了，因为这就是他一直担心的问题。如果斯特拉要用降价的方式来冲击咱们这些本土车企，咱们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不是吗？对，这点我必须得承认。所以你说的这些跟你想着和比阿迪合作有关系吗？我只是先为咱们接下来的沟通定个调而已。哦，就比阿迪而言，想要自己的高光时期延续下去，斯特拉绝对是要迈过的一座大山。而想要跟斯特拉全面展开拉锯，性价比便是尤为关键的一点。我已在大半年前就开始布局汽车产业链了，相信能够弥补比阿迪目前还未覆盖到的地方，从而进一步降低比阿迪在这方面投入的成本，这是其一。其二，后续我将会在研发上投入比斯特拉高出1倍以上的费用，用于技术创新上，研发成果可以跟比阿迪方面进行共享。叶董，抱歉地说一句，比阿迪的研发一直都在世界前沿，不断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发展，而你还未正式踏足这个行业便开始跟我谈技术创新共享，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既然王董说到了荒谬二字，那我就再说点更荒谬的。如果我说在不久后，我能够跟比阿迪共享业界最为领先的智能化技术呢？王川富差点问出几个菜呀，喝成这样，最终还是忍了下来。业界最为领先的智能化技术，你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比阿迪的短板将会迎来弥补，并且对斯特拉形成弯道超车。如果真有这种技术，作为同样想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扎根的你，岂能分享出来？宾利天越跟大众途锐同一平台打造，大众影响到了宾利吗？说了这么多，不知叶董到底想从比阿迪身上得到什么？比阿迪的3电技术。叶董，我没听错吧？3电技术对于比阿迪而言代表着什么？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吧？比阿迪的3电技术目前的确是处于业界最前沿，但说句狂妄自大的话，如果我想致力于3电层面的研发，5年之内不说能够赶超比阿迪，并驾齐驱还是有把握的。既然叶董有这般信心，为何还对比阿迪的3电技术这么感兴趣？如果能获得比阿迪的3电技术，至少能让咱们这边省下几年的时间，而节省下来的时间足以让咱们完成对下一个时代的布局了。能听一下你对于收购亨达汽车之后的发展方向吗？第一阶段以中高端市场为主，价格50万起步；第二阶段全面高端化，价格80万起步，价格没有跨度上限。你的胃口是不是大了点？胃口大吗？不，我只是觉得华国是时候出来一个实至名归的豪华品牌了，这一点比阿迪做不到，我想试一试。叶董认为我会同意这种就目前而言极其荒唐的合作吗？我觉得王董会的。没错，因为我还有杀手锏，那就是霍顿先生的人工智能。亨达集团债务危机即将爆发，徐家再次找上了我。徐董，这次您约我出来，料想你们内部已经做出了向我抛售亨达汽车的决定了，对吧？虽然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这一步始终还是要走的。所以你们是接受了连同负债在内不超过500亿的收购价了？我不得不承认，这绝对是诚意至极的报价了，甚至是除了叶董之外，我相信不会有任何资本会给出这种价格了。但我还是想争取一下其他方案。哦，什么方案？亨达集团可以将出售价进行降低，叶董那边只需要提供一定比例的股权给咱们就好。徐董，这个融资有区别吗？有，亨达方面可以将绝对控股权交出去。这么说吧，如果我全股权收购了亨达汽车，只要我对外发起融资，我相信随随便便稀释一点股份融个几百亿都不会太难。既然如此，那徐董认为还有必要去跟你们亨达汽车进行您口中所说的方案吗？
当然，如果亨达集团真想在亨达汽车持股也行，我在只承担债务的情况下收购亨达汽车，给亨达集团保留5%的股份，亨达集团能接受吗？徐家闻言眉头狂抖，换句话说就是以200多亿的价格保留5%的股份。叶董，5%是不是太少了点？徐董认为多少才合适？我相信叶董在入驻亨达汽车后肯定会大手笔投入，但不管怎么说都好，5%的股权肯定是极其之低的。徐董，您需要明白一个事，在对亨达汽车的收购上，我不差那3瓜2枣，连同承担负债在内不超过500亿，我是能承受住的。但给你们亨达集团保留5%的股份，这对我来说差别很大。我若是在收购后拿着5%的股权去对外融资，这产生的效应绝非给亨达集团保留5%的股权可比的。亨达集团若是用200多亿去换取5%的股权，这要是传出去了，怕是全世界都会认为我徐家疯了，认为亨达集团疯了。如果徐董跟亨达集团接受不了的话，那就依着我之前的方案，连同承担负债在内，总金额500亿全资收购。如果亨达集团想持有更多股份，敢问叶董，这一想法有操作空间吗？有，还请叶董说说。用地皮来换，价值1000亿的地皮直接给到亨达集团20%的股权。徐家嘴角狂抖，差点没掀了桌子。叶董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过分吗？亨达汽车再不济都好，几百亿的价值还是摆在那的，而叶董提出只承担债务给咱们保留5%的股权，这一收购方案本身就有够离谱的了。眼下竟是还提出让亨达集团提供价值1000亿的地皮去换取20%的股份，亨达集团跟我徐家脑子得进多少吨水才会同意这种丧心病狂的交易？叶董，咱们扪心自问一句，这得是离谱到了什么程度？既然徐董觉得这过于离谱，那就依着我最先给出的方案吧。这个数额对你们亨达集团来说绝对是够体面的了。叶董，能说说你是怎么张得开嘴索要价值1000亿的地皮作为增股附加吗？相信徐董对我多少也有些了解，要么不干，要么就奔着业界龙头去，在新能源汽车这一领域不外如是，烧最猛的钱，搞最牛的研发，造最一流的车，创最一流的利润，不怕跟徐董夸个海口。如果完成了对亨达汽车的收购，短则3年，长则5年，我有信心打造出万亿市值来，10年之内市值翻一番。所以让亨达集团以价值1000亿的地皮作为持股增加到20%的附加，又很过分吗？徐家在我这番豪言壮志下，大脑险些没宕机。叶董，你说的这些也都是空口白牙罢了，这就看徐董敢不敢赌一把了。明人不说暗话，我之所以会提出这个方案，主要是因为腾龙地产的发展离不开地皮储备，故此才想将亨达的战略储备地皮作为持股20%的附加。除此之外，没什么其他条件能够打动我了。这也太疯狂了，那就看徐董怎么选择了。我会尽快给你答案。回到月子中心，你怎么来了？这是不欢迎我吗？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能不能少说点？要不是实在是事多，我都想隔3差5就往这跑了，奈何被你压到肩上的担子太多太重，所以才没时间来看一诺跟孩子。听一诺说你是去参加饭局来着，怎么着？是哪位大咖组的局？徐家。徐家。收起你那好奇的目光，告诉你也无妨。谈的是收购亨达汽车的事儿，我打算以承担债务加现金的方式全资收购亨达汽车，完事再让亨达用价值1000亿的地皮来换取20%的股权。闻言，二人当场呆住。你说啥？以承担债务加现金的方式全资收购亨达汽车，然后再让亨达用价值1000亿的地皮来换取20%的股权？没错。不是，徐家跟亨达的脑子得被门夹到多扁才会进行这种操作。徐家答应了？还没有。话说你是真拿徐家当傻子了，这种嘴你也敢张？他能不掀桌子，属实是够有素养的了。你也觉得我的提议很不可思议吗？你这不应该说是不可思议，而是异想天开。可我要是说一旦将亨达汽车收购下来之后，3-5年之内实现万亿市值，10年之内翻一番，这还过分还离谱吗？炮制亨达汽车之前的资本道路，在一辆车都没有的情况下，用资本手段将市值泡沫吹到7000亿的那种方式，我有那么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吗？如果真能如你说的那样，亨达用价值1000亿的地皮换那些股权，非但不亏，反而还是捡了个大便宜。可问题是这不太现实。现不现实是徐家跟他们亨达集团高层考虑的事儿了。或许徐家跟亨达做出一个震惊世人的决定来也不是不可能。元哥姐，你们先聊，我去看看孩子。去吧。说完，陈一诺起身离开了。研发进度如何了？很理想，犹如神助。不出意外的话，比咱们上次说的预期可能还会再提前一些。那就好。我说的很理想，并不包括霍顿那边，他那边的研发情况，哪怕我身为最高负责人都打听不到，甚至见他一面都难。只要问到进度，永远都是一句别烦我。所以随他吧，不用管，有杨晴天看着，问题不大。你就放任着吧，普天之下就没这样事的。话说你到这儿来也不单是奔着一诺跟孩子来的吧？面北那边是九州安保的手笔吧？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这么多事呢？怎么就扯到面北跟九州安保那去了？
好，我打住。还有个是千通集团太子爷王少聪，跟我关系还算可以。过去在林天南的那些破事上，他没少帮我鞍前马后。他找到你身上来了？他拿出跟我之前的情分来说是，但我还是强调我只是尽力试试而已。结果我直言保证不了，所以你要是想拒绝到底的话，我回头让他死了这条心得了。你知道他煞费苦心想跟我见一面，是冲着什么来的吗？他担心千通广场会成为下一个海边捞，所以想跟你聊聊。估计王少聪的目的并非保全千通广场而去，要是没猜错的话，他是奔着想入股腾龙商业综合体来的。奔着入股腾龙商业综合体来的，8九不离10吧。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可以跟他见一面，但见面内容注定是没有意义的。我在燕京给儿子办满月酒，林家死对头却找上了门。稀客啊！老林头，我的不请自来没给你们添乱吧？哪里的话，说来还是我的不对呀，竟然遗漏了给你们王家发出邀请，看来真是老糊涂了。哈哈，邀不邀请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别骂我们爷孙不要脸的不请自来便好。不知我这个糟老头能否见一见今天的小主角呢？王老言重了，这是林霄的荣幸。小陈一诺，把林霄带过来让王老看看。王老，王大少，好久不见。是好久不见，但我天天都在想你。王大少，话可不能乱说呀，这要是被大家伙误解的话，对你我可都不是什么好事啊。都说叶晨是旷世之才，今日一见果真是气宇非凡，就是没想到传说中的叶董还有如此风趣的一面。哈哈，王老您可千万别管我叫什么叶董，在您老面前我就是一头初生小牛犊而已，对您我是万般敬重，您老管我叫一声小叶即可。那我可就叫你小叶了。王老，能看看孩子吗？王老，这可是小家伙的荣幸。这五官长相好啊，以后又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人杰啊。来，小叶，这是给孩子送的见面礼。王老，您太客气了，那我就先替林霄谢过王老了。你可以打开看看。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直接打开了盒子，却见里头是一支钢笔，看到笔刻刻着的一行小字，让我顿时大惊。这是当年毛公赠给我的，这些年我都不舍得用过，一直都封存着，今日就送给孩子当满月礼，愿他以后鹏程万里，雄韬伟略，为华国的全面崛起复兴做出卓越贡献。王老，这礼太重了。重不重的，这只是作为一名长者对小辈的寄望而已。毛公的寄望我已经完成了，我没辜负他老人家的厚望。如今我将这支笔送给小家伙，又何曾不是一种寄望的传承呢？这份使命感太重了。纵观林家上上下下，哪一位没背负着这个国家的使命？但我怕他辜负您老人家的厚望，也辜负了这支笔所承载着的使命。虎父无犬子，我相信他不会让我失望的。小陈，既然王老对小萧如此看好，那你还是赶紧收下，以免矫情了。他说的没错，林家上上下下都背负着这个国家的使命，包括你跟小萧都不例外。而我相信，待到小萧长大之后，昔日王老的这份厚礼对他将会是很好的鞭策。行，听老爷子您的，日后我会尽可能的让林霄步入您老之所望。这就对了。哈哈，林老，紫禁之主他们来了。就在这时，紫禁之主带着紫禁七老走了进来。老总，王老，您老也在啊？老总，我这可是不请自来的。哈哈，好了，人到了，礼也到了，满月宴我也算是出席了，我也就先回去了。老王，来都来了，还急着走吗？这满月宴都还没开席呢，你可不许走，咱们小酌几杯。我倒是想小酌几杯，但身体不允许啊。本来今天医生都不许我出门的，我这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允许我出门，他们都在外头等着带我回去做检查呢。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好再强留了。王老，我送送您。好啊，哈哈。很快，我们来到四合院外，王老开口问道：小叶，你觉得王家如何？王老的功绩伟业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对王老，小子打心底是10000个敬重。我问的是王家如何？对王家我同样心怀敬意，毕竟王家几代人的鞠躬尽瘁，世人都看在眼中。可你那天给静安打电话时，并不是这么说的。一码归一码，我这人一向都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若非之前王大少非要找我的不愉快，我想咱们彼此间应该能够很友好来着。什么才算是犯？概念太广泛，不好细说。但要是对我怀有敌意，或者是伤害我的利益，那肯定算是犯我了。冒昧的问一句，不知你是如何定义林家跟王家之间的关系？我只知道林家从未将王家视作敌人，至于让我去进行定义的话，恐怕我无法去定义。我知道王老的意思是什么，但我想说的就2点：一是我刚说到的林家从未将王家视作敌人；二是随着身世揭晓，我也已经成了林家的一份子。这个回答让王沧海沉默起来。王家算是栽在你的手上了吗？不，王老言重了，王家并不存在所谓的栽不栽，
只是来到了一个分岔路口而已。好一句分岔路口啊！今日算是领略到叶董的风采了，果真是没辱没那句相传的生子当生叶晨了。你要不是林家人，那该多好，多好，成为下一个马华天吗？闻言，王沧海哑然语塞。回去的路上，王沧海对王静安说道：“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跟着一块过来吗？还请爷爷明说。就算林家在跟王家的斗争中一直都占据着上风，就算叶晨手里掌握着足以重挫王家的材料，我都还不至于去认命，还在想着如何破局翻盘。但在知道紫金七老要一同出席叶晨儿子满月宴的那一刻开始，我知道王家没有翻身的机会了，甚至是已经不配成为林家的对手了。所以您今天带我过来，就是为了试探一下林家跟叶晨的态度。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林家，以我对林朝阳跟林家的了解，哪怕能够一举重创王家的机会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会以大局为重。因为林家墨守成规的迂腐，暂且说是迂腐吧，这是他们的弊端所在。但是叶晨的出现无疑让一切出现了变数，他竟是使得林家动用权力去对鹅厂进行施压整治，哪怕说流程都是合法合规，可是这种行为至于林家的过去来说，无疑是破天荒的。所以我必须得亲自去试探一下叶晨那小子对王家的态度，毕竟王家的气数被他攥着，同时我也看看他到底妖孽到了什么程度。他的态度算是明朗了吗？虽然悬在王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没能移开，但悬在王家心口的大石可以落下了。前提是王家需要选择委身于林家，甚至是委身于他，是吗？在见到他之前，这种选择我绝对是不甘的，但在见到他之后，我想王家不得不认命了，因为作为王家希望的你，跟他差得太远了。听到老爷子说出这么一句来，王静安止不住的双唇哆嗦不已。有那么远吗？换做你在同样的场合中面对林朝阳时，你的表现能有他刚才在面对我时的一半吗？爷爷，我不怪你，换作是其他林家小辈，也不抵他的一半。一个出身社会最底层的孤儿，他究竟是如何做到这般的？所以才有了妖孽这个词的出现。之前我多多少少都有所不甘，暗叹既生瑜何生亮，但现在看来，这6个字根本就无以构成。林家跟王家的宿敌之争已经结束了。王静安没说话，王沧海继续说道：“或许当个第二人也是不错的选择。您老是想着让我臣服于他，相比起他攥着王家的命运去进行支配，相比起忍受着无尽侮辱却又无力挣扎，臣服无论对你还是对王家，都是最好的选择。”回燕京给儿子办满月酒，没想到竟得紫禁智囊团召见。小陈啊，会面紫禁智囊团是一个机缘不小的契机，如果能将那些智库成员给折服，会让你坐拥更多的筹码。我明白。话说在这之前，还有其他小辈会面过紫禁智囊团吗？在王老的安排下，王静安的小子会面过一次。据说紫禁智囊团那边给出的评价是块好玉，就这4个字而已。对，就是这4个字。但是别忘了，那是神州的大脑，是紫禁智囊团，所以这4个字的评价已经极其之高了。哦，怎么着？对你来说，这4字还不够吗？您老主张给我安排这么一出会面，料想也不是奔着那4个字去的吧？哈哈，你小子有够滑头的。当然，如果仅仅是为了得到一句是块好玉，咱们也犯不上折腾这一出，毕竟你的种种成就摆在那的。那就争取不让您老失望吧。很快，我们来到了一处机关大院。到了，就在这里面，我能送你的也只能到这了，剩下的路得你自己走了。我明白。我来到里面，几位六旬老人正在下棋，我不动声色地走了过去，默默观看棋盘上正在厮杀的黑白棋局。很快，10分钟过去了，我开口说道：“白子在前面第6步时走错了，不出意外的话，黑子将在后续的第13步胜出。”你啥时候来的？来了10几分钟了，也关起10几分钟了。不是，你小子来了就不知道招呼一声吗？这不是不想扫你们的兴吗？那现在怎么就滋生扫兴了？棋局没悬念了，黑子在6步前引白子上套，只要黑子不做，以棋盘上的局势而论，再有13步就能胜出。既然胜负已定，索性我觉着也没必要浪费时间了。虽说观棋不语真君子，但眼前既然胜负已定，那我也不算是缺德吧？怎么着，你还上赶着来显摆自己的棋艺了？不敢，谈不上显摆，对于围棋，我也是略懂一点点而已。那你亲自来上一局？可以，是1对1吗？下围棋还有组合对弈之说的吗？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们可以全员上阵，我对于你们全部人。一众长者闻言顿时怔住。你说什么？我说，为了避免车轮战浪费时间，你们一起上，我对于你们全部人。狂妄，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诸位不是紫禁智囊团的智老们吗？既然你知道，还敢如此狂妄，以一人之力来对弈咱们全部人，你是想哗众取宠，还是想拿咱们来取乐？
我对哗众取宠没兴趣，更不敢拿诸位智老来取乐，我纯粹是对自己有信心而已，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输了呢？输了立马。因为这说明了传说中的旷世妖孽这4个字实至名归，对我泱泱华夏而言乃是大幸。就是不知你小子的棋艺是跟谁学的？没跟谁学过，小时候知道了围棋是怎么下的，然后就自己画了个棋盘，捡些小石子来自己跟自己下。后来又从网上下载了些残局，慢慢琢磨，在解除那些残局后，就自己设计起残局来。这一来二去的，就有种人气合一的心得了。看来王静安给你提鞋都不配，难怪那小子的心气全都被你给错掉了。虽然我跟王静安之间有过不愉快，但不管怎么都好，他着实不同凡响，完全能够让4、9成新生代第一人这个称号实至名归的。可惜遇上了你，是吗？我压根就无心去跟他争什么高下，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个商人，可他非得来撩拨我，否则我跟他之间怕是到现在都不会产生交集。外界都说王家跟林家是宿敌，两家这些年来的博弈不曾中断过，而你作为林家的一份子，难道你认为你能够置身事外吗？闻言，我立即感到不对劲，这是开始接受紫禁智囊团的检验了。如果林家跟王家的博弈需要我去成为胜负手的话，估计林家早就被王家给踩下去了。接着，凭着前世开挂般的记忆，加上存活于世的经验总结，对林王两家的局势、林天南案件进行了分析，再从华国的经济到科技、民生到民族、军事到外交，再到国际形势，我全程根据智囊团提出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认知见解，听得众人目瞪口呆。很快，3个小时过去了，一众长者也抛不出问题来。要考虑加入紫禁智囊团吗？我生性散漫惯了，这不适合我。你小子知道加入紫禁智囊团意味着什么吗？况且你还只是30刚出头的年纪。意味着什么不重要，相信诸位都知道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甩手掌柜吧。除了给企业把道路制定规划出来之外，其他的由得他们自由发挥。就我这种性格，让我跑到如此神圣的地方来就职，那肯定是不适合的。不是这不适合我，而是我不适合这儿。没人让你守在这儿，这又是怎么说？紫禁智囊团是有编外成员的。临时工吗？咱们这儿存不存在临时工，你心里头没数吗？如果你不想常驻也可以，就咱们刚才提到的编外成员，这并不影响你的自由跟洒脱。如果我不想常驻，可又不想当编外成员呢？你知道紫禁智囊团成员这重身份会给你带去何等帮助吗？知道，但说实话，就算没有这种身份，也影响不到我什么。如果换作是王静安那小子，他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这种年纪入主紫禁智囊团，本身就是无可比拟的无上荣耀。所以你们对他的评价仅仅只是一块好玉而已，由始至终都没对他抛出橄榄枝，不是吗？话说把我引入紫禁智囊团，还得需要紫禁高层的点头吧？这个你不用担心，在咱们几个的联名下，紫禁高层不会有异议的。其实就算我不加入紫禁智囊团，那也不影响在智囊团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召之即来。毕竟能够为国家为民族出谋划策，这也是我的荣耀所在。而作为一名炎黄子孙，我是不会也不可能会拒绝的。从紫禁智囊团成立到现在，你是第一个拒绝这份神圣使命的人。我只是不想常驻，且不想成为编外，哪怕我不加入智囊团都好，只要紫禁智囊团需要我，我定然会召之即来，肝脑涂地，为神州之盛世，为中华之崛起，呕心沥血，在所不辞。会面结束，林老爷子和林希已从智囊团那边了解到了此次情况。好啊！您老都知道了。何正风已经给我打了电话。你小子还是人吗？究竟是什么脑子来的？要扒开来让你看看吗？不敢，我怕老爷子活剥了我。话说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拒绝智囊团抛出的橄榄枝？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拒绝，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啥玩意？紫禁智囊团给他抛橄榄枝，完事他还跟智囊团谈上条件了？哎，不是，他提出什么条件了？既不当编外成员，也不常驻。有过这种先例吗？就是没有这种先例，所以智囊团那几位代表才没敢答应他。不过用何正风的话来说，那就是他们若有这个开先例的特权的话，绝对会第一时间给答应下来。
因为小陈值得他们去开这种先例。不管如何，爷爷尊重你的决定。您老是知道紫金那边肯定会在智囊团的金剑中为我破例吧？呵呵，难道你就不是这么认为的吗？紫金之主出席儿子满月酒，惊呆王家。殊不知另一件事即将让王家彻底臣服于我。王大少，实在抱歉，有点塞车，来晚了。没事，理解的。刚才我还问他了，说是都迟了1个半小时，也不知道王大少会不会还在等着。结果他说，若是王大少走了的话，那就敬王大少是条汉子。看来我让叶董失望了。不，你要是走了，那才让我失望。不知王大少这次约我出来，是自己的意思，还是王老的意思？重要吗？如果是王大少自己的意思，那咱们这次见面的意义不大；若是王老的意思，那就不然了。所以王大少说这重要吗？感情叶董还猜到我约你出来的意图了？所谓的意图，除了向我低头之外，我想不出其他可能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做出向我低头这一决定的，应该是王老吧？不知叶董说的低头，具体指的什么？比如，臣服于我。叶董觉得受得起吗？我受不受得起暂且不说，关键是你们老王家怕我不受，怕我拒绝接受你们老王家的屈服，对吗？听叶董这意思，是认为吃定我王家了？我认为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老跟王家是否认为我能吃定王家。其实王大少不必跟我兜这种圈子，毕竟从王大少选择约我出来见面谈一谈的那一刻起，那些都已经失去意义了。所以王大少还是直奔主题吧。如果王家选择屈服的话，会如何？王家还有不屈服的余地吗？如果王家誓死不屈呢？我能回答的就4个字：自求多福。不过，纵使林家贯彻的那套宗旨对我来说没用，可我从来都不介意将以和为贵这4个字融入到我的人生之中。在我是林家人的同时，我还是个商人，所以如果王家能为我创造价值，我不介意彼此和谐发展，共筑美好的明天。那王家能得到什么？你口中所谓的共筑美好的明天，又是怎么个美好法？王家还是那个王家，王大少还是那个王大少，还是49城新生代第一人，只是在我有需要的时候，希望能看到王大少跟王家义不容辞的态度而已。换而言之，是让我王静安跟王家为你所用。说句自大点的话，有我在，你王静安能在这个时代中折腾出多大的浪花来？有我在，你王家又能在跟林家的博弈斗争中掀起多大的浪潮来？所以，为我所用不好吗？就在这时，王静安的手机响了起来。我先接个电话。说完，王静安起身走了出去。爷爷，就在刚刚，我收到一则有关紫金智囊团那边的消息。有关紫金智囊团的消息，就在今天早上，叶晨的小子前往紫金智囊团的大院驻地进行了拜访。他先是跟智囊团那几位以和正风为首的博士们下了一局围棋，他一人对以和正风一行几人。然后呢？对方被他屠了大龙。王静安当场惊呆。而这只是一道开胃菜而已。接着，王沧海把我会面紫金智囊团的事一一说了出来，听得王静安大脑顿时宕机。而另一边，公然当着王静安的面，让他王静安跟王家为你所用，你这是真敢张嘴啊！很疯狂吗？你说呢？那要是王静安跟王家真的选择臣服于我，在你们看来岂不是更疯狂了？就在这时，王静安走了进来，以退却了一脸傲慢，因为此刻他已经深深意识到，王家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听说叶董好像在筹备着进军医疗领域的事儿，是吗？没错，都说穷子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所以致力于提升华国的医疗水平，给老百姓提供一个更好选择的医疗环境，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所在。王家在医疗领域有不少资源，冲着叶董这番心怀黎明的大义，我王家必然不会袖手旁观。若有需要，叶董尽管张嘴便是。之前本来也打算在必要的时候找你们老王家配合一下，开绿灯。既然王大少主动提了出来，那咱们这边也就放心了。在这些利国利民的事儿上，叶董张嘴即可，王家绝不会推诿的，否则就成罪人了。那就先行谢过了。次日，看在李元哥的面子上，我答应与千通太子爷王少聪见个面。叶董，学姐，谢谢。不用谢我，这是还给你的人情。王公子，咱们也别整那些寒暄客套了，直接开门见山就好。叶董，您觉得腾龙商业综合体正式亮相登场后，千通广场会迎来怎样的冲击，以及未来将会面对何等的光景呢？王公子，这种问题你觉得问我合适吗？既然你能问出这些问题来，说明你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既然有了答案，那还有问我的必要吗？我知道这种问题问得很无理，所以叶董要是不予作答，那也很正常。怎么着？激将法吗？不敢，在叶董面前耍那种小心思，无疑是自取其辱。这一道理我还是懂的。也罢，既然王公子大费周章的约我出来，多少应该也想到腾龙商业综合体会对千通广场造成的冲击，我也无妨直言说出我心里的想法。我从来不拿千通广场当成腾龙商业综合体的对手，不仅是千通广场，以国内目前的商业综合体来论，有一个算一个都无法成为腾龙商业综合体的对手。至于千通广场会迎来怎样的冲击以及未来光景，这个我当然是给不了确切说法，不过王公子可以用我以上的话进行参考。
叶董的言下之意是千通广场会连基本的生存空间都会丢掉，是吗？世事无绝对，也有可能腾龙商业综合体会成为我最失败的投资也说不定。但若是腾龙商业综合体的发展符合叶董的预期，千通广场将会成为过去式，对吗？这种问题得让市场来回答。王公子，我觉得你没必要再在这些问题上浪费时间了，直接说出你的意图就好。我想入主腾龙商业综合体。给我个理由。千通集团可以将千通广场移出，让腾龙商业综合体破土而出。不可否认，千通广场所在的区域都是处于优质地段中，但我并不缺地皮，也不缺钱，只要我想，甚至能将不够优质的地段打造成黄金地段，让地段因为腾龙商业综合体而步入黄金梯队。那要是再加上千通商管呢？我当场怔住，万万没想到王少聪竟会将千通商管作为筹码，这是破釜沉舟了吗？不是，拿千通商管来当筹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难不成你爹也跟着你一起疯了？学姐，正是意味着什么，所以我才拿来当成筹码。如果千通广场成为历史，那么千通商管也无存在的意义了。你就这么笃定腾龙商业综合体会让千通广场走上末路，会让千通广场再无生存空间？主要是王家跟千通集团输不起。千通商管的这记筹码你们打算怎么用？叶董开口就是，我相信叶董不会亏待咱们的。所以千通集团是愿意放弃千通商管的主动权，甚至是不介意给我当嫁衣，对吗？我只能说千通集团会把握住任何可以双赢的机会。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千通商管现在的糟心事不少吧，在上市仪式上面临着几百亿连本带利的对赌吧。一旦千通商管无法如期成功上市，几百亿的股权回购再加上利息附带，怕是够让千通集团喝上绿壶了。所以王公子，你说我要是等千通商管上市失败后再去打主意的话，这一来会不会更好一点呢？叶董，在您看来，千通商管连成功上市都会成问题了吗？腾龙商业综合体虽然还未正式亮相，可这并不影响外界资本对千通商管的未来进行重新权衡审夺，免不了会增加上市的难度。我相信你今天能拿千通商管作为筹码坐在我对面，你父亲应该深思熟虑过这里头的门道了。但想让我感兴趣，你们可是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至少千通商管的改姓业，你们能接受吗？如果千通集团接受的话，又能从腾龙商业综合体中获得多少？至少不会坑你们，至少不会让你们吃亏。至于具体的，倒是再跟你父亲详谈。毕竟王公子在很多决策上做不了主，所以咱们也没必要去浪费这个时间了。王少聪也不再多说，确实很多决策他做不了主。儿子满月酒结束后，我们一行人来到了英伦，是时候去欧洲能源市场收割一波了。 My brother， 这么一大早就让你赶过来，辛苦了。你说这话就不够兄弟了，别说是一大早，就算等一个晚上等一天，那又如何？老叶，走，先去酒店休整一下。很快，我们来到了酒店。伊人如雪的海外之路铺得怎样了？一切都跟预期的一样，虽然遭到了不少阻拦，但还是都给摆平了。有我父亲在，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再有个把月，全球装潢设计最高端奢华的护肤品专柜将全面亮相，涉及到的市场有以英美法西德意为首的欧美国家，还有日韩新马泰等亚洲国家。很好，就算真有什么问题，这不还有我吗？你只需要做你该做的事就好，其他的你不用担心。你只需要知道，成为伊人如雪的代理人将会是你一个极其明智的选择，而1%的销售额分红，这个数字在不久之后将会是让所有人都羡慕的一个数值。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对了，叶哥，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什么礼物？说完，哈利递过来一幅画，正是那幅被 DOE 集团千金安娜以2亿英镑拍下的那幅一个年轻人的肖像。安娜拍下这幅画肯定不会自己收藏的，所以这幅画到她手上没多久就易主了。恰好我认识这幅画的新主人，最终我以2.8亿的价格跟他买了下来。所以你打算将这个假一赔10的机会让给我？叶哥，你也可以用来收藏。一幅假画有什么可收藏的？反正这幅画我是肯定要送给你的，至于怎么处理，你自行决定就好。好歹也是2.8亿英镑，虽然我知道你们凯恩家不差钱，但也不至于这么霍霍吧？我知道这种加固彼此交情的机会，在以后会让我赢得更多更多。既然如此，那就谢了。叶哥，打算什么时候跟我父亲见面？怎么，老凯恩先生很着急了吗？能源价格目前都呈整体是下跌趋势，尤其是天然气。之前那些建立了大量空单的能源巨头都快乐疯了，而咱们 UR 集团这边则是恰好相反。由于之前全面撤销了空单，如今不仅让 UR 集团跟我父亲成了笑话，甚至是我父亲在集团内部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欧洲能源期货的走势我一直在关注，老凯恩先生能一直忍着没给我打电话，我挺意外的。就冲他这一点，对于将 UR 集团跟老凯恩先生从悬崖边缘拉回来，想想还是挺值得的。老叶，你这是要抄底欧洲能源期货？对，时机差不多了。根据当下毛子之间的冲突形势来看，恐怕老美那边也是时候该动作了。接下来大概率是联合欧盟方面对老毛子发动制裁封锁，而老毛子的回击必然也是掐着对方的脖子反制裁，而最好的反制裁则是断供天然气。所以叶哥，你一直在等这个契机的出现是吗？等老美那边联手欧盟发动针对老毛子的围剿制裁？
对，老毛子的军事实力摆在那，让老美他们上战场驰援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惯用的围剿制裁必然是他们的选择。如此一来，在老毛子的反击中，一旦对欧洲断供天然气，必然会让欧洲的能源处境陷入困境。现在那些能源巨头在空单上有多撒欢，到时就有多惨痛。叶哥，那这个时间点将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估计最多不超过10天，老美跟欧盟就会发起动作了。没错，因为这就是前世的轨迹。叶哥，在你看来，这波暴涨会有多大的涨幅？或许有个200%吧。当然了，这取决于老毛子方面的反制裁会对能源价格造成怎样的波动幅度。如果涨幅超过30%以上，那么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大概率会暴涨200%。众人大惊。叶哥，你说什么？200%，2倍？是的，你没听错。当然了，这只是我猜测跟分析而已。至于实际情况能不能达到如此数据，不敢说100%，只能说大概率很高。老一，这要是把